而北约趁机实现了另一个方向的扩张，在去年4月将芬兰纳入后，瑞典入约，近期也被认为是大概率事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强硬回应称，该国超90%的核武器已经实现现代化。观察指出，瑞典和芬兰这两个长期奉行中立的国家加入北约，将是北约针对俄罗斯的第6次扩张，将使得双方的直接边界增加超过1000公里，加剧俄罗斯和北约对抗的局势。欧洲舆论普遍认为，北约打着削弱乃至摧毁俄罗斯的幌子，不断拱火浇油，欧洲的损失却大于俄罗斯。美国却借机大发战争横财，因为北约援助的主要是美制武器，这让美国军工企业的生产线成为印钞机。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日前刊文揭露美国经济因俄乌冲突获利颇丰的事实。文章说，过去2年，美国国防工业武器和弹药订单大增，美国国防和航天领域的工业产值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增长了 17.5%。拜登政府有官员表示，在950亿美元的追加国防预算案中，有607亿美元被指定用于乌克兰，其中 64% 实际上将回流至美国国防工业。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近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更是直言，美国拨给乌克兰的大部分资金都留在美国经济中。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 bulk of this money is going right back into the U.S. economy to make those weapons, including good-paying jobs in some 40 stat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而俄罗斯的经济似乎也受到战时经济的刺激而快速复苏。在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涨的情况下，俄罗斯的收入不减反增，国际收支状况远超北约预期。美国媒体也承认，俄罗斯能源从不缺买家，例如被视为美国印太战略最关键的准盟友的印度，就大手笔购买俄罗斯能源，甚至还反向出口给欧洲国家。此外，在联合国等场所，印度也从未掺和美国打压俄罗斯的投票，这更令美西方暴跳如雷。美国调查机构盖洛普报告指出，美西方的制裁努力并未削弱俄罗斯人的经济乐观情绪，相反，相信俄经济正在改善的俄罗斯受访者占比高达 56%， 相信俄生活水平正在改善者占比高达 46%，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鉴于俄罗斯过去2年间在美西方制裁战中表现出的韧性，美国新一轮对俄大规模制裁也不太可能奏效。报道认为，美西方的金融和贸易限制并未导致俄经济崩溃。相反，2年后的今天，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超过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月将对俄罗斯2024年经济增速预测大幅提高到 2.6%， 美国仅为 2.1%。受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IMF 对欧元区2024年经济增长预测值下调至 0.9%。Well, they certainly didn't have the impact that many people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have.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a 15% decline in Russian GDP, and we were thinking about a recession in Russia that would be akin to what we saw happen during the 1990s. That obviously didn't happen. 俄罗斯经济呢，它其实和西方经济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差异。俄罗斯经济从这个独立以来呢，它就没有很深的加入到整个的这个全球经济体系中去，它更多的还是一个以这个能源的出口为支柱的这么样一个相对内向型的经济。所以说，在这个面临西方的这个极限制裁的这种打压之后呢，它的经济呢就不但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这个震荡，反而会因为它的这个一系列这种军工企业的勃兴呀，各项投资的增加呀，它会呈现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俄乌军事冲突已进入第3个年头，战争还在延续，能打出输赢吗？您对此怎么看呢？主持人好，对于俄乌军事冲突，现在说输赢呢，其实有点困难，很难确定谁输谁赢。也许呢，我们可以从战略和战术2个层面来看问题。从战略上讲呢，美国和北约似乎是赢家，把前线呢直接延伸到俄罗斯边境。当然呢，乌克兰在美国和北约眼中呢是一枚棋子。换句话说，美国和北约呢是先占地盘，先扩大势力范围，再论胜负。我们呢要特别注意到，在俄乌军事冲突2周年之际啊，匈牙利和瑞典达成了协议。瑞典向匈牙利出售4架鹰式战斗机，匈牙利呢议会将批准瑞典加入北约。这样呢，以前反对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所有障碍都移开了。美国和北约援乌抗俄，目的呢就是要进一步东扩，缩小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所以呢，从战略上讲，美国和北约的目的呢基本达到了。乌克兰呢是被打烂打碎了，今后的重建呢将更加困难。但是美国和北约呢
直接冲到俄罗斯边境了。特别是芬兰和瑞典两个中立国的选边站，使得俄罗斯对乌开战不仅没有阻止北约东扩，反倒呢让北约把前线给推进到俄罗斯边境。这好像呢不能说是俄罗斯在战略上获胜。至于乌克兰呢，即便为了今后听战将失去一些土地，即便呢还要花好多年可能加入北约，乌克兰从今后呢也是变心了，会坚定的和美国和北约站在一起。这呢就是俄乌冲突2周年来的大事。当然呢，也不排除今后北约解散、欧盟分化，那将是未来的事。现在呢还看不出。如果从战术角度看呢，也就是战争本身来看，俄罗斯现在占据一定的优势，乌克兰在败退，美国呢没法及时的提供这个援乌资金，而且美国呢正试图把乌克兰包袱甩给欧盟。其实呀，即便美国对乌军援600亿美元能够提供，乌克兰要夺回失去的领土，打败俄罗斯也是比较困难的。甚至说呢，基本没可能。俄罗斯的人口是乌克兰的3倍多，经济规模呢是乌克兰的10倍以上，加上俄罗斯在过去2年加快实现这个武器装备现代化，自己制造的新武器和从盟友那儿获得的无人机、导弹已经投往战场，所以呢，乌克兰要获胜是比较困难的。能够维护目前所有的领土就很不错。我的大致判断是，今年呢，俄乌仍将打仗。双方呢将继续拉锯和僵持，那么年底美国大选揭晓以后，可能呢就要讨论是否停战。在俄乌冲突2周年之间呢，我们看到的是战略上美国和北约的图谋基本得逞，战术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而乌克兰呢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是输家。自己的国家呢被打烂了，还得靠外部势力供血才能够生存，这是多么的可怜。这几天，美国和欧盟、英国都宣布对俄罗斯加码制裁。那您认为美方号称毁灭性的制裁措施能打垮俄罗斯战时经济吗？相比欧美对俄以往的制裁，这一轮制裁呢其实不算什么。欧盟的第13轮对俄制裁对106个个人和88个实体采取限制性措施，美国对俄制裁似乎阵仗更大，对超过500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不过呢，这些制裁都是有一些虚张声势，更不具有毁灭性。要说毁灭性呢，对俄金融系统的核弹式攻击，对俄能源的斩摇式切断，可以称得上是毁灭性。但是呀，这个2年战争以后，俄罗斯的经济呢并没有被摧垮，能源呢找到了新的出口方向，这个军备需求刺激了军工产业的发展。2023年呢，俄罗斯的 GDP 呢达到了3.6%，比大部分西方国家呢都要好。倒是欧美随着乌克兰疲劳症进一步发作，可能会减少对乌援助，靠制裁呢实际上是很难起作用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近期啊，这个欧美的研究机构呢拆解了朝鲜导弹残骸，据说呢是从乌克兰战场上收集的，发现了290个部件中有2/3来自美国，1/6来自欧洲。这些部件呢都不是这个螺丝钉啊、导线啊、外壳等普通的部件，而是构成导弹大脑的关键导航系统。美欧对朝鲜制裁了几十年都没能够制裁得了，人家呢都能够突破限制，制造出先进的导弹。那么制裁俄罗斯的结果呢就可想而知了。制裁呢是制服不了俄罗斯的，美欧重新检讨其地缘战略，也许呢才是停战谈和平的正确路径。